歡迎嚟到懸疑檔案。美國有一個叫做 Lehigh Acres 嘅地方，佢坐落喺佛州嘅西南部，靠近海灣地區。呢度嘅環境優美，社區氛圍悠閒親切，好多想要逃離城市喧嘩嘅人都會選擇嚟到呢度定居。1990年，一位媽媽喺屋企度遇害，而兇手嘅犯案動機只係為咗圓謊，令人感到非常心寒。本案嘅主角叫做 Sharon， 於1957年喺佛州出世。高中畢業之後， Sharon 就同第一任丈夫結咗婚，佢哋搬到咗阿拉巴馬定居，並喺嗰度誕下咗囡囡 Heather。不過佢哋嘅婚姻只係維持咗短短3年，就以離婚收場。之後 Sharon 就帶住 Heather 一齊搬到咗 Lehigh Acres 生活。1983年 Sharon 認識咗做承包商嘅 Gary， 佢哋一見鐘情，好快就步入咗婚姻嘅殿堂，並喺第2年誕下咗一對雙胞胎 Jacob 同埋 Joshua。1990年3月19號 Sharon 又誕下咗一個女 Julie， 一家6口樂也融融，一切睇起嚟都喺度往美好嘅方向發展。然而 Sharon 就喺10日之後出咗事。3月29號6歲嘅 Jacob 同 Joshua 啱啱放學返屋企，佢哋今日喺學校過得好開心，所以就急不及待咁想要同媽媽分享自己嘅喜悅。佢哋開咗門，並嗌咗好幾聲媽媽，但係就一直都冇得到回應。之後佢哋發現媽媽喐都唔喐咁瞓咗喺梳化度。一開始佢哋以為媽媽只係喺梳化度瞓着咗，不過佢哋好快就留意到地下嘅血跡，並發現媽媽嘅後腦有一處槍傷。呢個時候兩兄弟先至意識到媽媽已經離開咗。兩兄弟第一時間就醒起只有10日大嘅妹妹 Julie， 但係佢哋揾勻晒成間屋都冇發現 Julie 嘅身影。兩兄弟當時好驚，一時之間亦都唔知道應該要點做，所以就坐咗喺間屋出邊等家姐 Heather 返嚟。下午時分，14歲嘅 Heather 放學返屋企。呢個時候兩兄弟即刻同家姐講媽媽已經死亡嘅消息。當時 Heather 聽到一頭霧水，所以就即刻入屋睇下乜嘢事。跟住佢就打咗911報警電話，並將2個細佬帶到居住喺附近嘅保姆屋企度等警方過嚟。警方好快就到達咗現場，並即刻展開咗搜索行動，尋找失蹤嘅 Julie。法醫證實 Sharon 嘅後腦俾人開咗一槍，而兇器就係一支.25口徑嘅手槍。現場冇被強行進入嘅跡象，講明係 Sharon 開門俾兇手入嚟噶。另外，從 Sharon 出事之前嘅坐姿嚟睇，佢同兇手應該非常熟絡。大約4點40分，收到消息嘅 Gary 趕返咗屋企，於是警方就叫 Gary 檢查屋企有冇遺失任何貴重嘅物品。詭異嘅係，屋企除咗一個印有 Is a Girl 嘅布條唔見咗之外，所有嘅貴重物品都冇俾人喐過。呢個時候，一名鄰居話俾警方知，佢喺當日早晨大約9點45分見到一架紅色嘅 hatchback 駛入咗 Sharon 屋企嘅車道，並進入咗間屋。司機係一個有深色頭髮嘅女人，身高大約5尺8寸至5尺9寸。之後警方亦都公布咗疑犯嘅面部掃描，希望大眾可以幫手留意。與此同時，警方亦都幫 Heather 同埋 Gary 錄咗口供。Heather 話俾警方知，繼父嘅老闆娘喺案發嘅前幾日曾經嚟過屋企度探 BB， 不過媽媽對於呢個不速之客感到好不滿，因為佢覺得 Gary 似乎同老闆娘行得太埋啦。另一方面 Gary 表示佢喺案發當時喺度返緊工，所有嘅同事都可以幫佢做證。另外 Gary 亦都主動交出咗自己嘅手槍，不過 Gary 嘅手槍係.22口徑噶，所以並唔係擊斃 Sharon 嘅兇器。經過調查之後， Gary 同 Sharon 嘅婚姻同財務都冇問題，亦都冇任何證據證明 Gary 同老闆娘有不尋常嘅關係。而 Gary 同老闆娘喺案發當時確實喺公司度返緊工，所以佢哋嘅嫌疑亦都被排除咗。呢個時候，一個叫做 Peggy 嘅女人聯絡咗警方，佢係當地一間餐廳嘅員工。Peggy 表示佢同事 Craig 嘅妻子 Betty 帶咗啱啱出世嘅 BB 嚟到咗餐廳。當時佢即刻覺得毛管戙，因為餐廳嘅所有同事都唔覺得 Betty 有懷孕。事實上 Craig 同 Betty 早喺1989年嘅夏天
就同大家宣佈咗 Betty 懷孕嘅消息，仲買咗 BB 床同埋好多 BB 衫。不過 Betty 就一啲都唔似大肚婆，佢嘅體重冇增加，個肚亦都冇突出嚟。最詭異嘅係，一般孕婦喺懷孕40週就生得噶啦，但係 Betty 直到第43週都仲未分娩。之後佢就咁啱喺3月29號，亦即係 Sharon 遇害當日，宣佈誕下咗一個女 Laura。Peggy 表示 Betty 一直都抗拒俾大家接近 BB， 不過佢最後都係俾 Peggy 望咗 BB 一眼。Peggy 見到 BB 嘅頭髮都俾人剃咗，似乎好似喺度刻意隱瞞緊啲乜嘢。之後 Peggy 睇到咗 Sharon 遇害同 Julie 失蹤嘅新聞，新聞亦都描述咗女疑犯嘅汽車特徵，而 Betty 又咁啱擁有一架紅色嘅 hatchback。Peggy 覺得呢一切都唔係巧合，所以就馬上報警。31歲嘅 Betty 喺佛州成長，佢同第一任丈夫有2個仔女。不過因為丈夫有家暴嘅行為，所以 Betty 最終選擇同佢離婚。1981年 Betty 嘅2個仔女都被送到咗領養機構。1982年佢認識咗 Craig， 並喺第2年結咗婚。由於 Betty 嘅教育程度唔高，所以好難揾到工，而 Craig 嘅收入微薄，所以兩夫妻好快就陷入咗財困。為咗解決財困， Betty 曾經試過偽造支票，仲因為咁而成為咗警方嘅調查對象。可能係因為曾經失去仔女嘅關係， Betty 一直都好渴望再有小朋友。為咗望梅止渴，佢自願擔任女童軍隊長，並經常喺小朋友嘅生日 party 度扮演小丑，只係希望可以一直被小朋友圍繞。睇到呢度之後，警方基本上已經可以確定 Betty 就係佢哋要揾嘅人。於是佢哋即刻嚟到咗 Craig 同 Betty 嘅屋企。當時 Craig 已經飲到好醉，只能夠回答一啲簡單嘅問題。不過佢堅決表示 Betty 係喺3月29號誕下 BB 噶。呢個時候 Betty 慢慢喺主人房度行咗出嚟，並同警方講佢係喺某間健康機構度生仔噶。但係警方清楚知道呢間健康機構並冇提供分娩服務，而當地嘅醫院同診所亦都冇 Betty 嘅分娩記錄。警方睇咗 Betty 嘅 BB， 但係 BB 睇起嚟明顯唔似係只係出世咗2日嘅新生兒，而 Betty 亦都冇辦法提供 BB 嘅出世證明。雖然一切睇起嚟都好可疑，但係警方目前亦都確實冇證據證明 BB 唔係 Betty 所生噶，所以佢哋唯有暫時離開，並對兩夫妻展開咗監視行動。當晚10點左右， Betty 打算揸車出門，但係就即刻被警方截停咗。警方發現 BB 並冇喺架車度，而係同已經醉到好似成劈爛泥咁嘅 Craig 一齊留喺屋企度，咁樣已經可以構成疏忽照顧兒童罪啦。於是警方即刻聯絡咗兒童保護服務，過嚟將 BB 帶走，並送到醫院進行檢查。之後兩夫妻亦都被帶到咗警局問話。喺審訊室， Craig 表示佢從來都冇懷疑過妻子，佢全心全意相信 Betty 係真係有咗 BB， 而佢案發當時正喺餐廳度返緊工。警方之後亦都證實咗佢嘅不在場證據，所以佢嘅嫌疑亦都被排除咗。喺另一間審訊室， Betty 表示自己同 Sharon 係喺商場認識噶。當時懷有身孕嘅 Sharon 帶住2個仔嚟到咗商場，而 Betty 就喺嗰度扮演小丑，仲幫2個男仔做咗面部彩繪。過程中佢哋傾咗一陣偈， Betty 亦都同佢講咗自己懷孕嘅消息，或者係因為同樣都係孕婦嘅關係，佢哋好投契，並交換咗電話號碼。之後 Betty 喺報紙度見到咗 Julie 出世嘅通告，所以就決定喺3月29號登門拜訪，恭喜 Sharon 誕下千金。Betty 表示佢入屋之後覺得好頸渴，所以 Sharon 就俾咗佢一啲錢，叫佢去到附近嘅便利店度買水飲。Betty 返嚟之後，佢打算喺手袋度拎出剩低嘅散紙還返俾 Sharon， 而佢用嚟傍身嘅手槍就突然之間走火，並擊中咗 Sharon。當時 Betty 被眼前嘅景象嚇呆咗，情急之下佢就抱住 BB 離開咗現場。雖然 Betty 將件事描述得好似係一場意外，不過 Betty 車上嘅證據就證明咗佢喺度講大話。警方喺車入邊揾到咗喺 Sharon 屋企度消失嘅 Is a Girl 布條，仲有好多其他人喺 Baby Shower 度送俾 BB 嘅禮物，同埋一支點而唔口徑嘅手槍。
最令人感到不安嘅係，Betty 架車度竟然放住一大沓登喺報紙上嘅 BB 出世通告，佢仲好似選購物品咁，用筆圈起咗好多個名，而 Sharon 就係其中一個被圈嘅人。一名女子話俾警方知，Betty 曾經突然造訪，並表示自己係醫護人員，仲想要進入佢間屋。警方相信 Betty 打算逐家逐戶拜訪佢嘅目標人物，直到有人願意俾佢入屋，而 Sharon 就不幸咁墮入咗佢嘅圈套。深入調查之後，警方得知 Betty 喺1989年嘅夏天確實係有咗 BB， 不過佢就喺同年12月不幸流產。事實上，Betty 同丈夫 Craig 因為財務嘅問題而經常嗌交，幾乎已經要行到離婚嘅地步啦。當 Betty 懷孕之後，肚入邊嘅 BB 似乎就成為咗佢挽救呢段婚姻嘅救命稻草。佢希望 BB 可以綁住 Craig 嘅心，唔俾佢離開自己。Betty 四周圍同大家宣布自己懷孕嘅消息，亦都好享受成為大家關注焦點嘅感覺。所以當 Betty 不幸流產嘅時候，佢只有兩個選擇：從實招來，或者係諗辦法整個 BB 出嚟。而佢就選擇咗後者。呢個時候，醫院亦都證實咗被 Betty 偷走嘅 BB 就係 Julie， 並俾佢返到咗屋企人嘅身邊。而 Betty 亦都即刻被警方逮捕咗。喺庭審中， Betty 選擇咗拒絕答辯，亦即係話佢唔宣稱自己冇罪，但係亦都唔承認有罪。最終 Betty 被控一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2062年可以申請假釋。